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。对不起。聂曦光，你拒绝我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林玉森，我还没看上你，你没达到我的要求。”而不是这样，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不是的，不是没达到要求，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。我现在没法做到。其实，刚刚在酒店，我骗了你。我说不趁虚而入，对不起我的智商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对你表白，才对不起我的智商。对不起，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。但是，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，没法计算的。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，真是新鲜。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但是这么快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，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，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。好吧，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。那么就先谈到这里，我们回苏州再说。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。哦。我不回苏州了，我想回趟无锡。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，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，而且我还想和妈妈。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？好了，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就好了。聂曦光，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？不是。明明没有接受，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，那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。不过我这样，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？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，还不许我追你。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，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？聂曦光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，为什么对我没信心？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？
你这样一个女孩子，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，都不忍心说出来，心软成这样，我要多蠢，才追不上你？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。我只是在追求你，又不是谈商业合作，还要谈投资回报率。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？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跳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，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？你早该冲上去了，还刷什么好感度？我觉得用得上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。待我细细思索，做一个完美的计划。做什么计划？我通宵做了一个，你要看吗？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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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啊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，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这破。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。你们也开始吧，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，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！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好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，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
没擦伤嘛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近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一姐想您负责吧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，那家吃拉肚子。定然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的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说干了。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。西瓜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
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见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哎，他这个人闷骚得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吴延倩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聂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聂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那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聂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2个等一下，随便谁买下单啊。
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, and the world stops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are near me.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Until that day, I'll play the game, I'll dream away, it'll be the same to you. 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，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。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
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，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，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。所以，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扣帽子啊！我才不是，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过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
晴天可以遮阳，阴天敞开免得遮光，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嗯，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明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，小聂是吧？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。小婉，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哎，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所有关于 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1亩2的土地。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哎，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丁总，华总，坐。哎，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？说了。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，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，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黏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 ，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。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
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，当然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。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，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燕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各位，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来。干啥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，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我抽到。林总，这么热闹。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聂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，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。那我先抽了。诺诺诺，来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。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吃货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
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。一定有问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啊，我是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。这次啊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。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，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，分别是红烧肉、锅包肉，还有啊回锅肉。锅包肉是东北菜吗？回锅肉是川菜？不代表菜系，也就是个代号。华总，你也来了？我可是抽签来的。快开始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。开始，大家排队取菜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正好饿了，来蹭个饭。欢迎，要不帮你拿些菜？不用了，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。好，那边。每个闻着都好香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。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？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好吃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家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
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念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，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1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。啊，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走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，做我司账怎么样？这个糖醋肉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花点水。我们来了。食堂变好吃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总结一下，还是坏处多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人变多了，排队太长了。第二，太好吃了，我就吃多了，变胖了。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，心理不满足加餐导致的。谁？谁说的？世间竟有如此谬论。小狗说的。说起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都吃上了，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？来，喝点果汁，补充点维生素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。羡慕啊！我们头顶2座大山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还羡慕你们呢，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又不是我们的。西光，哎，对了，西光，最近食堂变好吃了，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了？快点吃，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，我们要去清点的，快点吃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我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。
这些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。这个谁不想要啊？哎，志群，啊，一会儿3点，张总、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，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。啊，主管，我下午要去厂区的，不确定几点回来啊。主管，啊，我去吧。行，那你也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不躲着林总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躲过？你有官方承认吗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。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次额外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晴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，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希光你要跟林总出差，就2个人，天哪，我就知道是有情况。叶希光，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，我就要跟你绝交了。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。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勇敢的去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。
林雨森说的没错，他追我，并不是我的负担。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。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？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有呀，关系就是你猜对了，他是在追我。真的？很认真，很认真的那种。怎么不回消息？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？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，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就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
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。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我居然色令智昏，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。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，要搭飞机。小聂，到你了。来了。我有点恐飞。